各位朋友好，我是林云霄，欢迎来到汇点生活。今天要聊的是特别重要，如果你拥有或正考虑双重国籍，请务必留意。到2026年2月，美国将对双重国籍管理进行大幅调整，这不是普通流程更新，而是会切实影响你身份、财务和出入境的一系列新规。全球只有美国及其他国家护照的人士都可能受到影响，但目前很多人还未听说。在细说之前，先简单明确，双重国籍指法律上同时作为两国公民，但各国政策不同。美国自1967年起法律上承认双国籍，相对宽松，但绝不意味着没有义务。例如，入境美国必须使用美国护照，尤其提醒长期在海外的双国籍人士，以往可能忽略申报外国收入等义务，但2026年2月后，管理将全面收紧。接下来我将逐一说明10项新措施的关键变化、潜在影响和应对建议，帮助大家提前准备，避免麻烦。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有帮助，请关注汇点生活并点赞支持，这对我持续分享是最大的鼓励。我们接下来详细解读。第一项也是最基础的一条，从2026年2月起，会有一个全新的强制性的双国籍信息申报规定生效。以前有些朋友觉得我不申请政府的安全许可，也不在敏感部门干活，美国政府未必知道，我也不用主动说。但2026年2月之后不行了，从那时起，只要你有美国公民身份，同时还拿着其他国家的护照，不管另一国籍怎么来的，也不管你住哪，都得主动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报告你这个双国籍状况。这里有个死线要记住，申报截止日期是2026年8月。也就是说，从2月开始，你有半年时间办这事，千万别拖，别等到最后系统挤爆了。要是没按时报，根据透露的消息，可能会面临罚款，而且起步价不低。这还没完，以后你想更新美国护照，比如到期换新，可能会被要求先完成这个申报才能办。更麻烦的是，将来你要是申请安全许可，想考政府工作，或者给家人办绿卡，都可能因为这个被卡住，甚至可能被放进一个特别关注名单，每次入境都得被多问几句。那美国政府为啥非要搞这个呢？核心还是国家安全。现在国际形势复杂，美国政府尤其关注跟多个国家有联系的人，他们想通过建这个数据库，把信息摸清楚，方便管理。特别是如果你的另一个国籍来自被美国视为有点风险的国家，那审查可能会更严。所以只要咱们按规定老老实实去申报，就没事。这第二项跟你的工作关系很大，如果你在特定领域工作，可得注意了。2026年2月以后，对于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双国籍人士，审查和报告的要求会严得多。哪些算特定领域呢？范围挺广，包括联邦政府、情报机构，所有跟国防合同相关的工作，像能源、交通这些关键行业，以及所有需要安全许可的岗位。新规下，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双国籍朋友，要报告的是又细又繁。不像以前可能只报一次，现在可能要你定期报告外国身份变动，报告直系亲属是不是外国公民，披露你在另一国的所有银行账户和资产，甚至跟外国政府人员的正常公务接触，可能都得报。有人可能觉得我工作就需要跟外国官员打交道，这也要报。其实美国政府的核心逻辑还是怕风险，担心在关键岗位上的双国籍人士因为身份特殊，容易被外国盯上。这些严要求可能直接影响你的工作，比如安全审查时间更长更细，甚至可能增加额外程序。有些单位可能会把双国籍员工调到非核心岗，或者规定不能当敏感部门的领导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就在这些领域，或者未来想进去，同时又是双国籍，我劝你赶紧去问问公司的安全主管或人力资源，看看新变化具体怎么影响你，早做打算。第三项跟你出门旅行直接相关，美国海关从2026年2月起，会大大加强对双国籍人士的识别和检查，特别是那些经常在美国和另一国之间跑的朋友，要重点关注。以前双国籍公民进出美国，一般亮出美国护照，正常回答都能顺利过关，但新规后，海关会用新系统专门盯着双国籍人士，尤其是那些频繁两头跑，或者1年内在美国境外待超过6个月的人。具体说，系统会自动标记那些旅行模式特别的，比如频繁往返，在海外待的比美国还久，或者行程看起来有点怪。一旦被标记，等你入境时，就很可能被海关请到旁边，接受额外询问，问的可能包括你去另一国干嘛，待多久，在美国住哪，做什么工作，家里啥情况，跟另一国联系多紧等等。虽然这些检查一般不会直接让你丢身份或不让你入境，但耽误时间是肯定的，也挺烦。而且如果你不能好好证明你跟美国联系紧，比如有稳定住址、工作、家庭在这里，这次记录就可能影响你以后入境，甚至影响你将来给家人办绿卡。更重要的是，2026年2月以后，海关官员能直接看你申报到那个数据库里的信息，跟你入境记录对照着看。所以如果你是空中飞人，或者在另一边长住，我给你几个建议。现在起，整理好能证明你跟美国有联系的证据，比如住址证明、工作合同、美国银行账单、报税记录，千万记得按时如实给美国报税。入境时被问到，一定耐心配合
合，如果可能，合理规划行程，尽量减少每年在境外连续待的时间，降低被系统盯上的概率。第4项，直接关系到你的钱，是所有双国籍人士财务上的重中之重，那就是税务合规要求变得更严，美国国税局查得更狠了。特别是你在另一个国家有银行账户、有投资、有房产的朋友，一定要瞪大眼看清楚。美国国税局的老规矩是，只要你是美国公民，不管你在哪，全球收入都得向美国申报纳税。但过去呢，国税局手没那么长，尤其对那些长期住海外、资产也在海外的朋友，可能存在没报的情况。2026年2月以后不行了，因为美国正和全球很多国家共享金融账户信息，这意味着外国银行和他们税务局会自动把美国公民在当地的开户、资产收入信息打包发给美国国税局。美国已经和一大堆国家签了这协议，所以只要你是美国公民，在签约国有金融账户、投资、房子，信息就会自动送到国税局那。这里有个特别容易踩的雷，叫 FBAR， 也就是外国银行账户报告。按规定，只要你所有海外金融账户在任何一天总余额超过1万美元，不管有没有收入，账户活不活跃，每年都得按时交这报告。过去可能有人忘了报或觉得不用报，但2026年2月后，随着信息共享越来越密，国税局拿数据很容易。要是你没按时交 FBAR， 罚款就来了。非故意漏报，每次最低罚$1000，最高1万。要是故意的，那罚得更狠，能罚到账户余额的50%或者1万，哪个高罚哪个。而且更厉害的是，2026年后，你的双国籍登记信息会跟 FBAR 你的报税表放一起比对，要是发现对不上，很可能被重点审查，接着可能就是查税、翻旧账、累计罚款，甚至惹上官司。所以，我恳请所有双国籍朋友，尤其海外有资产的，立刻把税务合规当最高优先级，马上找个懂跨国税务的专业顾问问问，如果过去有漏报，尽快想办法补救。从2026年起，务必保证每年准时、如实的交 FBAR 和你的全球收入税表。第5项变化，主要影响那些拿着绿卡正想申请入美国籍的朋友。如果你有计划，那这部分仔细听。首先明确，美国政府没要求你入籍时必须法律上放弃原国籍，你可以保留原护照成为双国籍。但在入籍宣誓时，你会承诺放弃对外国的效忠，这更多是形式，不是法律上强制你立刻去办放弃。2026年2月以后，入籍程序会更透明，你也会背上更明确的新义务，主要体现在入籍仪式上。移民局官员会非常清楚、详细的告诉你，成为双国籍公民有啥义务，包括强制申报、税务、兵役等所有要求。你会收到书面材料，写明白，如果你保留原国籍，必须在入籍后30天内完成那个双国籍申报，晚了可能挨罚。移民官还会跟你说，哪些国家不承认双国籍，你入籍美国可能就自动失去那边国籍了；哪些国家承认，让你心里有数。最后入籍程序会多个确认环节，你得签个文件，表明你完全懂了所有关于双国籍的义务和后果。所以给所有持绿卡想入籍的朋友的建议是，提前搞清楚你原籍国法律，看他承不承认双国籍，你入籍美国会不会自动失掉原国籍，提前了解一下双国籍的各项义务，入籍仪式上认真听，材料仔细看，最后签文件前务必100%确定自己都明白了。第6项，这个话题要格外小心，因为它涉及可能失去美国国籍的风险，就是关于双国籍公民参与外国政治的新政策。首先说清楚，2026年的美国法律还是不禁止双国籍公民在外国选举中投票，也不禁止你支持外国政党或给外国候选人捐款。这些行为合法，一般不会动摇你的美国身份，但是有个极其重要的例外，如果你以双国籍身份去竞选外国的政治职位，或者担任外国政府的公职外交官，那你可能面临最严审查，甚至有丢掉美国国籍的大风险。这是2026年所有变化里最需要你掂量清楚的一条。具体说，2026年2月以后，如果你是双国籍公民，却当选了外国议会议员，或者当上外国政府官员，或者出任外国外交官，美国国务院就会对你全面审查，看你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放弃美国国籍的意图。美国法律有规定，做出对外国政府宣誓效忠的行为，可以成为丧失国籍的理由。在外国当公职或外交官，通常都得做这类宣誓，所以很容易被国务院认为你想放弃。过去美国政府在这块执法相对松，除非是极端情况或者你有非常明确的放弃表示，一般很少真因为这个剥夺国籍。但2026年2月后的新风向表明，政府会盯得更紧，执法更严。这里的关键是意图判断，有一定主观性。如果你想保留美国国籍，在外国从政期间，一定要继续按时向美国报税，在美国留点资产，保持和美国的联系，出入境坚持用美国护照，
并且千万别发表任何公开的放弃美国国籍的声明。但如果你在外国从政期间发表了放弃声明，停止报税，再也不用随美国护照，切断了所有美国联系，那国务院就极可能认定你真想放弃。所以，如果你身为双国籍，却考虑回国从政或当公职，请务必万分小心，最好在行动前找专业移民律师好好评估风险，定好应对策略。我再强调一次，在外国投票、参加集会、支持党派、捐点款，这些通常没事。真正高风险的是去当外国有实权的政治职位、政府官或者外交官，并且需要做效忠宣誓。第7项关乎很多家庭，是关于双国籍儿童和家庭的新规定。很多美国公民可能没想到，你在国外生的孩子很可能一出生就自动是双国籍。2026年2月后，这些家庭就需要多做一些文书工作了。先解释一下，很多美国公民在海外生的孩子确实会自动成双国籍。比如你是美国公民，你孩子在美国以外出生，孩子通过你可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，同时根据出生地法律，因为生在那边，他也自动获得那国国籍，这样孩子就是双国籍了。以前美国政府对这个没特殊要求，也不用专门申报。所以很多家长可能根本不知道孩子是双国籍，直到孩子长大要申请美国护照或入境美国时才发现。但2026年2月后的新规是，当你为在海外生的孩子申请海外出生领事报告 CRBA 获得一本美国护照时，你必须老实披露孩子是不是已经有或者有资格拿另一国的国籍。你披露的这个信息会被录入那个全国性的双国籍登记数据库。作为家长，你有责任为孩子完成这个双国籍申报，并且孩子信息有变动时及时更新。政府想掌握这些信息有几个考虑，国家安全是其一，确保孩子长大后能履行他作为美国公民的税务、兵役等义务，也是为了孩子将来办护照、申请安全许可时记录是完整的。新规确实给家庭，尤其是常跨国搬家的，增加了一些文书负担。但它也有好处，政府记录更完整，孩子将来办事可能更顺，提前申报也能让孩子从小知道自己身份，长大不容易因为不知道而违规。所以我建议所有家里有双国籍宝宝或计划在海外生孩子的美国家庭，给孩子办 CRBA 或护照时，千万别瞒，如实披露双国籍情况，及时为孩子完成申报手续，记得更新信息，提前了解孩子双国籍身份对他未来在教育、旅行、税务上可能的影响。把所有相关的出生证明、护照、申报回执等文件都保管好。第8项，如果你未来打算帮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或兄弟姐妹移民美国，那要认真听了，因为新规可能会让你申请成功率受影响，审查变很严。过去，双国籍公民担保家人来美国，审查重点主要是你经济能力够不够，双国籍身份本身通常不是大问题。但2026年2月以后变了，当你提交申请担保家人时，你的双国籍身份会成为移民局官员重点看的因素之一。你的旅行记录，你主要住哪儿，你跟另一个国籍国还有多深联系，这些都会被考虑，直接影响你案子处理时间和结果。政府这么做，核心是为了应对他们说的纸质公民现象，就是指那些法律上是美国公民，但主要生活和工作都在外国，跟美国本土联系很弱的人。政府担心这些人可能主要是想用美国身份为家人办移民，自己并没真打算在美国常住，这既可能挤占那些真心想定居美国的人的名额，也可能带来其他担忧。具体说，2026年2月以后，如果你是个双国籍公民想担保家人，移民局官员会重点查你过去几年出入境记录，是不是总往另一国跑，你主要住哪，一年在美国实际住多久，你跟另一国在财产、家庭、社会关系上还有多紧联系，你担保家人来美国的真实意图是啥。如果你主要生活在另一国，很少回美国住，跟美国联系就剩一本护照，却要担保全家人过来，那移民官很可能要你提供大量额外证据，证明你跟美国有紧密持续的连结，有真实经济能力，以及你和家人确实打算来美国安居。如果证据不足，申请就可能被拒，或者处理过程被拖很久。需要明确，新规不是说你双国籍就不能担保家人了，而是审查会异常严，你需要准备比以往多得多的材料来证明你的美国纽带和真实意图。而且审查不仅针对你，也可能波及你要担保的家人。所以如果你常年在海外工作，却有接家人来美生活的长远计划，我给你几个建议，尽量提前在美国建立稳定的居住记录，比如保留或租个固定住所，尝试在美国找份稳定工作或建立自己的生意。无论如何，坚持按时向美国国税局申报你的全球收入，留好每年的税单，提前开始收集所有能证明你跟美国有联系的材料。如果你确实因工作常驻海外，在提交申请时要写份详细陈述，解释合理原因，并清晰说明家人移民成功后，你有具体回美常住的计划。另外，如果你已提交或正准备提交，在案子审理期间要特别注意旅行记录，尽量减少频繁、长时间的跨国旅行。如果
果移民局要求补材料，一定要及时、完整、真实的交。第9项也是关于身份本身的最后一项变化，是关于放弃美国国籍的程序。2026年2月之后，这个程序会变得极其严格复杂，而且一旦放弃，再想恢复几乎不可能。所以我必须严肃提醒您，千万谨慎考虑，别因一时冲动或听信谣言就决定。过去放弃美国国籍程序相对直接，自愿申请、填表，在美国领事官面前签放弃声明，缴费，并确保不欠美国税，没有未了法律义务，基本就能办完。虽然有要求，但审查不算特别严。2026年2月以后大不同了，政府会对每位申请者进行深度审查，确保你这决定是完全自愿、头脑清醒且清楚知道所有后果的。一旦批准，你就永久失去美国国籍，以后想去美国，只能像所有外国人一样申请签证，而且某些签证可能因你有放弃历史而更难获批。具体新变化包括会增加一个90天的冷静期，这期间你可以随时撤回申请，政府也会再联系你，确认你意愿并告知所有后果。审查会异常严，重点核查你放弃的真实原因，特别是那些看起来疑似为逃避美国全球征税而放弃的情况。会要求你提供更详细材料，证明你放弃后在另一国有稳定生活、工作和住所，还有申请费用会大涨。因此，我强烈建议所有双国籍朋友，在动放弃国籍这念头前，务必做好3件事。第一，先去咨询专业移民律师和税务律师，把放弃后对你生活、工作、家庭、未来旅行、税务的所有影响彻底搞清楚。第二，静心认真评估，这决定对你现实影响到底多大，是不是没别的解决办法。第三，如果只是因为觉得美国报税麻烦，或旅行时用美国护照在某些地方不方便，不妨先看看有没有其他合规解决方案。如果你深思熟虑后仍决定要走这一步，那请一定提前准备好所有证明材料，仔细熟悉整个流程，并留出非常充裕的时间。好了，家人们，以上就是针对2026年2月美国双国籍新规的详细解读，从强制申报、审查工作旅行、严查税务到入籍告知、政治风险、子女身份、家庭担保乃至放弃国籍的难度，每项都触及双国籍生活的核心，务必高度重视。总结几个关键点：2026年2月起，所有双国籍人士需按时完成信息申报，这是基础，税务合规至关重要，务必妥善申报海外资产与收入。考虑放弃美国国籍需极为谨慎，决定后很难回头，内容信息量较大，建议您收藏或分享给有需要的亲友。请根据个人情况尽快行动，了解申报流程，咨询专业顾问，提前整理材料，政策落地有时间表，早准备才能更从容。美国移民国籍政策时常调整，此次变化影响广泛，请大家持续关注可靠信息渠道。若本期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并订阅汇点生活。我是凌云霄，我们下期再见。